想象一下，如果你屋企樓下唯一一條出入口嘅大路俾人放咗炸彈，你仲敢唔敢開車出去呢？嗱，依家全球最重要嘅咽喉，能源咽喉霍爾木茲海峽，正正咧係面臨緊呢一種攞命嘅封鎖啊！雖然伊朗嘅常規海軍力量咧已經俾美國、以色列聯軍打擊下咧迅速瓦解啊，51艘戰艦咧亦都係第10日嘅時候已經係泡湯噶啦。但係根據媒體報道，德黑蘭方面咧啟動咗籌備咗幾十年嘅非對稱嘅封鎖計劃啊！佢哋將剩低落嚟嘅非對稱戰力咧，尤其是係數量龐大、造價極低嘅水雷陣咧，反而成為咗美軍同埋全球郵輪嘅最大噩夢啊！咁我哋今日咧結合咗戰報最新嘅狀況啦、軍事專家分析同埋一啲驚人嘅數據，去睇清楚，喂，到底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呢個危機係咪能夠持續呢？到底伊朗點樣能夠喺咁嘅情況底下都仍然封鎖到，還是持續到幾耐咁樣呢？喺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subscribe 我 channel、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如果可以嘅話咧，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行有餘力嘅話咧，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另外咧，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咁啊有額外嘅內容啊、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 Wally Magazine 嘅主持。講翻個背景先，喺2026年年初，即係2月底嘅時候，美國以色列聯軍咧發動咗一場史詩式憤怒嘅行動啊！咁呢個係一個大規模嘅空襲。咁根據咧實地觀察同埋衛星情報顯示咧，伊朗海軍啊 IRIN 同埋佢精力嘅革命衛隊嘅海軍力量咧 IRGCN， 咁啊喺衝突10天以內就已經損失咗超過50艘艦艇噶啦，海軍力量咧似乎差唔多係被摧毀晒咁滯。嗱，當中最傷嘅就係伊朗最引以為傲、成日去外訪 show 肌肉嘅國產艦隊嘅一個驅逐艦啦，叫納德號啊 IRIS 嘅 Dina。咁啊，呢個艦咧參加完外交訪問返航途中咧，遭受到精準打擊而沉沒啊！另外咧，以色列軍方咧亦都宣布取得德黑蘭嘅上空絕對控制權啦。美國嘅戰報啦，我諗我都做咗好多集，大家都知道啦，差唔多係摧毀晒成個伊朗嘅空軍啊！佢直情係話摧毀晒添㗎，摧毀咗包括梅克拉巴德國際機場入邊多個戰略目標啊！咁一次過咧16架戰鬥機啊，哇！連嗰啲好珍貴嘅 F14啊，古董 Tom Cruise 想搶都冇得搶啦，拍戲都冇得拍啦，都冇埋添。咁令人咧覺得係一個時代嘅眼淚啊，都有啲哇心傷咁樣啦。嗱，儘管咧伊朗嘅常規水面嘅艦隊喺美以聯軍下壓倒性嘅火力底下咧，幾乎覆滅。但係咧，從軍事專業嘅角度分析指咧，伊朗嘅軍方早已意識到咧，常規嘅海戰其實冇辦法同美國嘅第5艦隊咧正面抗衡噶。因此咧，佢哋將防禦重心轉晒由海岸嘅巡航導彈、自衛水雷、自殺無人機等等呢啲機動式嘅小艇啊，咁喺海上咧就拒止嘅體系。咁我哋咩叫海上拒止呢？即係簡單嚟講呢，俗話講句咧，封鎖你海峽唔俾你過啦，係咪攔住你啦？咁呢啲呢，非對稱嘅資產啊，因為成本極低，而且呢高隱蔽性啊，同埋有呢個集群化嘅特徵啦，加上即係都好 flexible 啊，係嘛，令到呢美國以色列聯軍呢面對更棘手嘅威脅啦。咁喺我哋製作呢個影片嘅同時咧，我哋都見到原來美軍中央司令部CENTCOM 咧發布咗一個新嘅消息同埋影片啊，去證實咧美軍正在喺度咧積極持續咁樣削弱伊朗嘅政權海上嘅軍力啊，唔單止係講緊大嗰51艘嘅戰艦啦，甚至乎咧佢哋繼續針對住嗰啲細嘅艦艇啦、細嘅船去咧。炸咗3月10號嘅時候，炸毀咗呢16艘咧喺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嘅我嚟佈置水雷嘅艇，一咁樣咧俾美軍咧係咁炸啦。咁所以咧雖然佢 flexible， 佢又細啦，佢好似話一個呢啲艇咧隻唔同啊。一般嚟講咧都可以咧佈到3隻水雷咁上下㗎。咁但係咧美軍密密咁樣炸喎，咁連埋呢啲咁嘅艇嘅能力咧都一路咧迅速咁樣削弱咗啦。咁雖然咧即係我哋嘅片頭就係話
點解你炸咗咁多艦艇都能夠繼續可以封鎖呢？就係靠呢啲艇啦。咁依家美軍咧都喺度搞埋啦。雖然美軍咧試圖透過打擊布雷艇咧嚟到壓止呢啲威脅啦，但係咧亦都有媒體引述專家嘅觀點指出咧，呢個可能太遲啦，因為咧外界關注呢一場咧變咗係貓捉老鼠嘅博弈啊。美軍係咪真係能夠贏呢？事實上咧，海峽嘅風險啊，已經直接反映喺呢個商業嘅航運上面㗎啦。據報道咧，日本三井公司嘅一艘貨輪咧喺霍爾木茲海峽嗰度咧，懷疑到遭受到攻擊啊，咁啊導致到咧船尾嘅部分受損，咁啊幸好啊冇人受傷啦。呢種實質嘅攻擊咧，加上咧伊朗嘅海上封鎖嘅威脅咧，其實已經對全球嘅航運體系咧造成嚴重嘅心理威脅㗎啦。保險嘅費用爆炸啦，第一咧就係保險公司將該海域咧列為呢個拒絕承保，用一個極高嘅日價啦，或者係即係呢個區域，總之你喺呢度咧我就收好貴好貴嘅 premium 咁樣啦。對於咧每日營運成本高昂嘅超大郵輪嚟講咧，失去咗保險意味住咧無法進入呢個港口啦，實質上咧就斷絕咗商業嘅航行。據報咧，目前保險公司咧已經紛紛提高保費，甚至拒絕為即係當地呢個航行當地嘅郵輪承保添嘅。當然啦，之前咧你都知啦，英國嘅 Lloyds Bank 就做咗300年啦，拒絕承保，咁變咗咧由美國Trump 咧就叫去美國嘅公司咧就做呢個承保。咁終結咗英國嗰個壟斷喎，弊啦。咁繼續都可以做咁樣係嘛？但係保險只係一個環節啦，咁命仔都緊要啊嘛，啲人係嘛？繼續講翻啦。虛假嘅無線電警告啦。伊朗革命衛隊嘅海軍呢，透過頻繁嘅 VHF 嘅國際頻道咧，向周邊嘅船隻發出警號宣稱咧本海峽已經關閉啦，任何進入者咧被視為敵對攻擊嘅目標。另外就係咧 AIS 嘅信號中斷同埋咧暗黑航行啦。數據顯示咧喺衝突升級24小時內咧，通過海峽嘅商船咧，從正常嘅138艘咧，驟減到剩翻單位數啦。依家你睇下呢個咧就係嗰個即係當時嘅實時嘅一個 screen cap 啦，越嚟越少嘅航行啦，係嘛？而且咧多數船隻咧就關閉咗自動識別系統叫做 AIS， 嘗試咧嚟到匿蹤或者叫做隱身躲開嗰啲攻擊啦。但係咧呢個反而增加咗航行碰撞嘅一啲風險噶。呢種咧心理嘅威脅，足以令到咧油價大幅反彈啦。外界高度關注，如果水雷咧咁樣持續落去，特朗普係咪能夠兌現承諾，能夠保障航行嘅自由同埋呢個承諾呢？當然啦，法國又派呢個海軍過去嗰度啦，就護航咯。特朗普話咧戰爭就快停啦。油價一度上到差唔多120咧，又跌翻落去78個幾咁樣啦。所以呢種心理嘅壓力咧，開戰前好似係60幾咁上下啦。似乎咧係咪奏效咧？係咪真係影響到大家好緊要咧？當然啦，要睇我哋嘅分析落去同埋事態嘅發展落去啦。外界最核心嘅疑問在於咧，失去大型軍艦嘅掩護嘅情況底下咧，伊朗點樣有效咁樣封鎖海峽？答翻個封面個題啦。答案咧其實隱藏喺伊朗對海峽地理特性嘅深度開發啦，以及咧最令美軍將領們枕食難安嘅噩夢係咩咧？係呢個數目難以估計嘅伊朗水雷。呢啲水雷係伊朗喺常規戰力受損之後咧最依賴嘅物理障礙㗎。伊朗咧擁有世界上最多樣化嘅水雷庫存之一，其實佢集中咗喺呢度，而且幾十年嘅努力據美軍咧前歐洲司令部司令斯塔夫里迪斯 James Stavridis 近日咧撰文估計，伊朗咧目前擁有5000枚魚雷咁多。佢直言咧，伊朗完全有能力將呢條咧全球最重要嘅石油航道變成死寂嘅水雷灣叫做 Minefield Gulf。伊朗嘅水雷戰術咧，其實都極具威脅性嘅。點解咧？佢有幾層嘢去做嘅。原來咧，伊朗咧將海峽劃分為咧不同嘅殺傷區，靠近伊朗海岸嘅淺水區咧，就部署大量廉價嘅接觸式水雷，而喺水底嘅部分咧就佈局一啲叫做感應水雷，或者有啲叫智慧水雷啦。海峽中央嘅深水區咧，則部署咧上升水雷，叫做 Rising Mines。例如咧中國設計嘅EM52型水雷，平靜嘅時候咧
咁啊沉沒於海底啦，即係冇事嘅時候係嘛，即係冇仗打冇成啦。嗱，但係咧，當有仗打嘅時候咧，佢就啟動個感應器啦。而當感應器咧檢測到上方有大型嘅油輪嘅聲紋或者係磁力嘅特徵嘅時候咧，就會發射一個火箭推進嘅戰鬥部啊。咁啊，從下低咧就擊穿船體咁樣噶。而伊朗有一個叫做敵我識別嘅選擇性攻擊能力嘅喎。伊朗現代化嘅水雷咧，配備咗複雜嘅智慧型感應器，可以設定為僅對排水量超過10萬噸嘅商船產生反應嘅，而係可以忽略嗰啲伊朗海軍自身嗰種小型快艇啊等等啦。咁另外佢用咩呢？大家成日話軍用啊、民用啊，其實咧呢啲邪惡軸心，通常咧佢就已經係用啲民用嘅嘢嚟到作為咧軍事用途噶。咁啊叫做咩呢？民用化布雷嘅平台噶。咁啊到時咧，喂你美軍打擊咧，佢就咧哇即刻咧大做文章啊、宣傳啊，咁啊加埋嗰啲海外媒體就話喂你攻擊民用船喎，諸如此類啊，係嘛？嗱，革命衛隊咧嘅海軍啊，大規模使用改裝嘅漁船啊，呢啲改裝嘅漁船叫做 Dhows，同埋咧快速嘅巡邏艇，咁啊實施布雷喎。美軍嘅衛星同埋無人機咧，極難喺廣闊嘅海域中咧識別出一艘具有布雷能力嘅民用船隻咁樣嘅話，identify 唔到啊！就算有先進科技，係咪真係咧？話大攻擊咧，咁啊又可以俾人咧喂話你喂攻擊民用船啊咁樣等等啦，係嘛？咁啊軍事界流傳住一個咧叫做窮國咁啊至尊海上戰略武器喎。咁啊呢個咧亦都係咧伊朗仍然敢於抵抗美國海軍嘅原因之一㗎。嗱，有媒體形容咧，呢啲價格僅係數萬元港幣嘅伊朗廉價水雷咧，正正係挑戰緊呢100億港元級嘅美軍軍艦喎。據報道指咧，造價只需要咧幾千至1萬蚊港元嘅古老觸發式水雷啊，即係甚至乎唔係頭先講緊嗰種智慧式啊，即係呢種一掂到就爆，但係佢係唔會認到喎，佢連中國嗰啲船啊等等咧都會炸咗咁樣嘅喎。咁啊，其實咧，你只要用數枚咁樣就足以癱瘓，甚至乎擊沉一艘咧造價值18億美元，甚至乎只係佢140億港元嘅帕克級嘅呢個神統驅逐艦啦。當然啦，商船更加係啦。對於咧排水量數十萬噸，滿載住原油嘅即係嗰啲大嘅級別嘅油輪嚟講咧，一旦觸碰到呢啲水雷，巨大嘅水壓，咁呢啲水壓波加埋壓力咧，足以撕開呢個船殼，咁以及炸穿船底，引發咧不可收拾嘅災難。尤其是啲油輪即係載住啲油咁啊，大佬。除咗咧水底嘅威脅之外咧，其實伊朗嘅海岸線嘅地形咧，亦都提供咗咧天然嘅盟友啦。對佢嚟講，嗰啲海岸線係盟友啦。即使咧佢冇咗呢啲軍艦啊，其實喺佢岸基嘅力量咧，亦都唔能夠忽視噶，亦都提供咗咧覆蓋整個海域嘅交叉火力網嘅。嗱，伊朗咧目前最主要係使用呢個岸防嘅巡航導彈啊 ，CDCM，例如射程達到120至170公里嘅 NOR 曙光，220至到300公里嘅 QDA 強大啦，叫做譯翻，以及咧最長程，能夠咧從伊朗內陸陣地咧發射完全覆蓋成個海峽嘅 Gadi 系列啦。呢啲導彈發射裝置咧，大多數都係採用公路機動底盤啊，甚至乎偽裝成為標準嘅貨櫃集裝箱咧。呢啲即係嗰啲貨櫃車啊。其實咧大家都睇到好多美軍嗰啲發布出嚟嘅影片咧，都炸好多呢啲好似類似貨櫃車嘅一啲裝置啊、啲車啊等等啊。呢個使得咧獵殺發射車成為美軍嘅一場噩夢啦。但係咪美軍束手待擒呢？或者束手無策呢？係嘛？嗱，其實咧美軍都係好認真嘅對水雷呢件事啊。美軍對水雷嘅恐懼並唔係風月來風，未必無因嘅。歷史數據顯示咧，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嚟啊，美軍擁有超過70%嘅軍艦遭受到傷害係由水雷造成嘅。遠超導彈、魚雷甚至乎自殺式嘅襲擊總和添嘅。所以美軍咧咁多年以嚟咧已經好認真對待呢件事，擺咗好多研發啊，好多成啦。例如喺1988年嘅時候啊，美軍嘅驅逐艦羅勃茨號啊 USS Samuel
B. Roberts。咁啊喺海灣地區咧觸碰咗一個價值只係$1500嘅舊式伊朗水雷喎。當時咧成個驅逐艦差啲炸成兩截啊！嗰、個咧復修嘅費用高達$9600萬喎，即係7.5億港元啊！咁啊呢種咧極度不對稱嘅戰損比例咧，正值係伊朗咧嗰種非對稱嘅戰略核心嚟㗎。專家指出咧，水雷一旦佈置咗，便具有極強嘅隨機性啊！除咗固定喺海床定撈式嘅水雷啦，最令人頭痛嘅就係咧隨水漂嘅水雷喎。由於霍爾木茲海峽嘅水流好急㗎，咁原本咧布下嘅水雷可能會隨住呢個洋嘅流動啦、海洋嘅流動啦，甚至乎咧連布雷者自己日後咧都未必能夠準確揾翻啊，同埋清走佢哋㗎，分分鐘自己都瀨嘢㗎。咁喺茫茫大海中咧，搜尋一個直徑不到1米嘅金屬球啊，其實嗰個難度等於大海撈針㗎。親身經歷咗80年代嘅郵輪大戰嘅斯塔夫里迪斯警告喎，咁即使咧美軍咧最先進嘅掃雷技術，如果要面對如此龐大量嘅水雷咧，亦都會顯得咧力有不逮㗎。佢指出咧，探索水雷技術咧極為笨重，而且可靠性咧一般都唔係好高嘅。即使咧係美軍最精鋭嘅掃雷艦咧，要清理一個咧包含住數百枚水雷嘅掩襲雷區咧，往往都要為時數週嘅。咁我哋又睇下啲數據，點解世界咁驚呢？咁樣大家都知啦，霍爾木茲海峽啦，其實係連接住波斯灣同埋阿曼灣，佢嘅戰略價值係嚟自能源流量巨大啊，但係呢，可航嘅空間相對集中啊。嗰個海最窄嘅地方呢，只係有21個海里，即係30幾公里咁上下啦。其實呢，僅可供郵輪通行嘅航道呢，更加呢局限添。根據咧2024年至2025年嘅數據啊，每日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嘅原油同埋咧嗰個油品嘅總量啊，總共係2000萬桶，大約等於全球整體嗰個石油液體嘅消費嘅1/5㗎。卡塔爾作為全球領先嘅 LNG 出口國，佢哋所有嘅出貨咧都必須要經過呢個海峽㗎。封鎖令到亞洲，尤其是係中日韓嘅天然氣價格咧會倍翻。其實咧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基本上咧最受到傷害嘅唔係美國，而係咧中日韓咁樣噶。所以美國話咧嗱，我而家咧幫咗中國送一個禮物俾習近平咁樣講喎。如果海峽真係咧實質性停擺，全球會面臨高達15%至20%嘅石油供應中斷啦，規模咧遠超過1970年代嘅石油危機。雖然咧沙特同埋阿聯酋咧有經過即係繞過海峽嘅一個戰略管道，但係即使咧現有嘅管道全部載滿運行，仍然有1400萬桶以上嘅石油缺口。媒體形容咧霍爾木茲海峽會否變成全球嘅經濟墳場呢？咁有兩點咧，我想講啦。第一就係咧，其實咧佢哋嗰個石油咧，依家已經係有第二個繞道而行噶啦。不過當然咧就唔能夠完全取代。第二，依家咧石油危機等等啦，嗰個油價上升啦，其實好多嗰啲組織油國組織油嘅機構國家大家咧紛紛一齊咧就開啓呢個戰略儲備啦。咁啱嘅新聞嚟㗎，我做緊片嘅啱新聞嚟㗎，都未係詳細去講添㗎。咁聯軍係咪冇晒辦法呢？其實點樣拆局啊？掃雷技術同埋市場個心理博弈啦。要重開海峽咧，唔單止係軍事嘅問題，而係一場咧技術、外交同埋後勤嘅綜合戰役添啊！美軍同埋咧國際嘅夥伴已經制定咗多階段嘅反封鎖計劃啊，包括蒐集情報啦、制空權、岸基火力抑制、智慧化嘅掃雷作業，以及護航同埋商業恢復嘅，包括頭先我講咗啦，法國派軍艦過去啦。美軍目前喺巴林部署手多艘獨立級嘅近岸戰鬥艦LCS 佢配備咗水雷對抗任務，包括咧 MCM-MP 係重開海峽嘅關鍵啊。其中咧包括多艘即係拖曳嘅聲納啦、無人嘅水面艇、無人嘅掃雷系統以及有一種一次性嘅自殺式嘅無人水下無人機，叫做咧梭子魚啊。除咗軍事手段之外咧，拆解封鎖嘅關鍵策略包括經濟嘅補償機制啊，例如美國政府提出嘅風險保險補貼，例如咧嗰啲政府嘅信用背書啦，鼓勵商船喺軍事護航底下復航。
從而咧瓦解伊朗嘅心理戰術嘅。總體而言咧，針對住伊朗嘅海軍受損情況底下，點樣可以封鎖海峽嗰個能力嘅評估，同埋咧解方綜合各方嘅報導同分析咧，可以得出呢個幾個結論嘅。嗱，首先就係封鎖能力嘅實質存在啦。伊朗其實唔需要強大嘅艦隊嚟到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佢依賴呢個得天獨厚嘅地利同埋水雷咁嘅平價嘅嘢啦。咁啊係咪？即使咧16艘嘅布雷艦艇咧被呢個或者叫做布雷艇仔啦被毀啦。只要喺岸基發射平台咧隱蔽嘅小型布雷單元仍然存在咧，民用嘅嘢咧，嗰個封鎖仍然係持續生效嘅。但係咧，伊朗嘅封鎖能力啊，並唔係無限嘅，而且咧佢嗰個可持續性咧，亦都受到美軍嘅精準打擊，同埋咧佢咧都會消耗佢哋呢個即係伊朗嘅，甚至乎啲細嘅船民用船嘅庫存㗎。咁啊，美軍咧其實咧全世界嘅軍火最大供應國嚟㗎嘛，係嘛？而且佢係會用一啲比較平啲嘅方法咧，去打擊呢啲咁嘅小艇嘅。美軍無人掃雷技術咧，亦都係迭代更新啦。咁啊，降低傷亡同埋縮短個時間，以及長期封鎖導致咧伊朗自身咧嘅經濟崩潰同埋政權不穩咧，有一種嘅制約喺度㗎。即係總之，其實佢係一個超限戰啊，唔係淨係軍事咁樣嘅。而且美軍講明咧就話，好似對住啲毒梟咁嘅情況咧，去對付呢啲布雷嘅船。咁即係話咧，其實伊朗咧要做呢啲布雷啊，基本上係一個非常之高風險，因為好多美軍嘅軍艦啊、艇喺嗰度噶啦，而且咧其他國家咧陸續加入噶咯，所以咧真係布雷啊，揾命搏噶，真係可能咧出一手就殺一手咁樣嘅情況噶。咁呢場廉價布雷對高科技海運同埋一個超限戰嘅關鍵，其實咧就睇下邊個可以咧頂得更加耐啦。所以咧嗱，我哋講翻個時間啦，伊朗呢種咁嘅封鎖咧，其實都好難咧維持超過3個月嘅。但係咧，外界高度關注啦。如果掃雷嘅速度緩慢咧，會導致全球能源嘅供應鏈啊斷裂啊，包括中國啊等等嗰啲，其實都係受到呢個好大嘅影響㗎。咁啊嗱，會唔會作出重大嘅外交讓步呢？咁啊，似乎咧3個月同埋依家大家釋放戰略儲備等等咧，咁其實伊朗嘅算盤可唔可以打得響呢？咁啊，都真係成疑㗎。好啦，今集嘅內容去到呢度啦，大家有咩睇法呢？不妨喺下低留言啦。下次再見。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可以嘅話，join埋我 Patreon啦。多謝收看，拜拜。